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了啊，早上9点多，我出来下。这个周末呢是德国科隆的同志骄傲节周末，它是每年的7月第一个周末，所以呢，这个周末的人呢会特别多。往年每一年这个时候呢，都会有100多万人，大部分呢是同志来到科隆这里。不过呢，我不是宣传它呀，我只是说事实。然后呢，我就今天出来拍拍，我们看看外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啊。现在已经在开始搭建了啊。这里有个人工的城市沙滩，等一下我们走近点去看一看。这估计是卖一个什么酒类的饮料的鸡尾酒的车吧，巴卡迪，对。这是一个灯光的一个设备，估计它是要高强度的电。然后你看这路也被把它拦起来，不给车通过了，因为这个周末嘛，所以这里呢需要没有交通才可以，车不准过。你看，这是彩虹旗或者彩虹的颜色。我走过来吧。沙滩和村子，因为现在早上9点多，所以没有人。到时肯定会什么 disco 音乐呀、techno 的音乐，这有个舞台，可能这里有人跳舞啊，还在这里呢。有些人坐在这里喝饮料，然后那里有个泳池。大部分来的应该是同性恋的，男的女的都会有。像这种人工沙滩，肯定是要你买饮料才能在这里坐，也许还要付费呢。这座位可能也要付费，我猜啊，因为在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是免费的。好，我们继续往前，前面就是我们这里本地呢一个最大的公共交通枢纽站了啊！地铁来了。在地铁站这里，你看有个人睡在那儿。车开了，我想再往前走。给大家看看，我在那个地图上，在谷歌地图上找了那个公共厕所，在我们家的附近呢，只有一个，大概方圆2公里左右吧，好像只有这一个。等一下我去看看，因为 N 年了我没有去过，到底那个厕所是怎么样的，收费又怎么样？等一下想去看看。也就是我今天想与大家说的话题啊。因为我在德国的汉堡呢，与北京小叔进行了一次见面，然后呢，我们就谈到他这次欧洲行一些感受。他就感觉在欧洲这边呢，公厕特别少，然后呢，如厕特别不方便。另外呢，而且很贵，因为像在德国最少呢要1欧元，甚至有的地方1.5欧元，像巴黎这种地方，也许呢2欧元到5欧元都有可能。看看它是各个餐馆啊，或是各个地方自己定的价格啊，不像中国那样。据我所知，在中国呢是每隔300米还是500米，必定要有一个公共厕所，这是国家的规定吧。所以在中国，你根本没必要担心不能上厕所啊。我看能不能进去。因为现在正在搭建，你看全是彩虹旗。因为呢，这个科隆同志骄傲日呢是德国最大的，我刚才看了那维基百科，也是欧洲以及世界第3大的。希望那个数据是正确的吧。到时呢，这里是一个中央舞台，这舞台其实很大很大很大。
这个广场倒是呢有好多人，人挤人的，真的。后面就是科隆大教堂了。好，我们继续往前。就是刚才说到，在欧洲，其实我觉得是除了我对台湾不太了解啊，香港那公厕是很多的，台湾我估计也多吧。就是说吧，除了华人区之外啊，除了中国大陆还有港台之外，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共厕所真的很成问题。不仅是在欧洲，在美洲也一样啊。美洲不仅是北美、南美也一样，反正我去过的国家和地区，如厕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们在国内其实已经享受到这种非常好的公共服务，又是免费的，真的是应该谢天谢地啊！而且现在，特别这过去10年左右吧，中国这个公厕确实进行一次伟大的革命啊。比如说智能化呀、豪华化啊、星级化。前段时间有一位柳州的朋友，他是在荷兰一位华人，他发给我一些柳州的公厕的照片，我也简直不敢相信啊，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干净，有点像公园中的那个别墅一样啊。还有我也看见了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拍摄的深圳啊，那个公厕，还有什么其他大城市的公厕，真的那么豪华，有音乐，有香水，有空调可以上网，还有可以洗澡的，这些在德国可能会有，但是我没见到啊，想都不敢想，还在国内都是免费的呢。我们看看，我到了这个厕所了，就在莱茵河边。我给大家看看，这就是莱茵河，这里呀。好，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进去。这里是小便池的意思。看看我打开一下，啊，是可以进去的，是可以进去的，还挺干净，没有什么异味儿。然后呢，这里有个洗手池，这里应该是收费的了，据说是50分，看看对不对？对，每次呢50分，我看看在哪里，每次是50分。然后呢，如果你丢了1欧元进去，它是不找零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它也锁起来了，就是不给人家把这个打烂，然后呢，把那个硬币把它偷掉。他来搞卫生了，估计刚好还挺凑巧的，他来搞卫生了。这卫生车也不错，设备挺好的。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啊，它是免费的这个公厕，男士免费啊，如果你大号或是女士啊，你只能那个交费了，最少是50分。如果你只有1欧元，你丢进去它不找零，相当于50分，也就5毛到1欧元左右。而且附近呢已经没有厕所了这，所以你要有网络，然后呢你知道寻找，在地图上寻找，你才能找到这个地方。不过这个厕所真的不错啊，要给个点赞给科隆这个市。然后呢，我在网上还看到，因为要收最少5毛钱吧，最多1欧元，所以呢，有的人说，你看你这厕所就男女不平等，如果是女的，我必须得付费，你男的小便就不用付费，对吧？就那个地方一站，然后你就可以拉。我女的还要找一个蹲位，所以这也涉及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科隆市是怎么解决这个争端的。大家看见这个店了吗？那里写上没有厕所，其实它有，它不给你用。所以在德国这里啊，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使用人家的厕所，因为它是私有
财产，他不给你用就不给你用，你没办法。有的呢需要可能你交费，但是有的根本不许其他人使用，只能够呢你自己在那里消费，然后他会给你使用。比如说在这里麦当劳，它有厕所啊，但是你要买它的东西，然后在那个小票上面可能有个厕所的密码，你才能打开它的那个厕所那个门，否则你就没办法上它的厕所。这点呢跟国内也是不一样的，我就想补充这点。好了，这就是我一直吐槽的，在这种国家除了中国大陆或者港台之外呢，这个公共厕所真的是个灾难啊！我经常外出的话，就是对我来说是烦恼，因为老是不知道下次我到哪个地方去方便啊，这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但是目前解决不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来到欧洲呀、美洲啊，或者除了中国之外那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国家一些大城市啊，或者一些公共场所，你们会闻到特别浓烈的那种尿骚味儿。听说那个印度这个尿骚味还要更严重，还有那个咖喱啊什么这样那样的味道混合起来更难受。所以在德国，如果你在火车站的某个角落闻到什么尿骚味、大麻味，你千万不要感到什么惊讶。确实，因为他们这里公厕太少了，所以呢，人要方便的时候，好多男的他们也不避嫌，可能脸一扭过去对着墙就打开他的水枪了。甚至呢，我在那个柏林也拍过地铁站的那个外面的角落，既大便既小便也大便，简直呢就相当于一个露天的公共厕所一样，就是其实是露天的一个角落，但是呢人们呢把它当做公厕来使用了。它是没有污水处理设备的啊，就是一个空地。因为人有内急啊，有三急嘛，没办法，所以好多人就这样解决个人问题咯。好的，这就是这个莱茵河，这里呢有些游轮啊，还有一些游客啊。现在因为水很小，所以它的那个水位很低。然后呢，科隆它有很多的教堂。它是传统的天主教的地方。好，等一下呢，我还有一点问题想讲，因为那天与小叔啊在汉堡一起座谈的时候呢，我肯定是表达没有清楚，所以引起了一些误解。有的网友呢误解认为啊，你说错了，德国是有那个急诊的。好，就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说说啊。在这里，我首先感谢我至少看见2位在德国的网友指出我的错误啊，这点我非常感谢。就是因为我自己讲的不太清楚，所以呢，今天首先是感谢这2位网友。另外呢，我也说说啊，这两位网友指出是对的，就德国肯定是有急诊的。那天我说可能是说的不清楚，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在德国的人绝对不会随便去所谓的医院。他说的急诊就是医院的意思。这个医院呢是这样啊，我还说了，德国是分流制，就是说你有什么病，你首先去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然后呢他治不了的病，或者你有什么手术需要做，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转医院单，然后呢凭着这个所谓的转院单，你才能去医院。如果你硬要去那个医院，那当然你也可以去了，没有人能够阻拦你，对吧？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医生可能他就不是可能，医生肯定不上班了啊，诊所不上班了，就是你的家庭医生还有你的专科医生，周末他是有那个周末休息的啊。这个情况下，你周末突然不舒服了，或者你真的觉得生不如死了，那这个情况下，你肯定是可以自己决定去医院的。但是你去了之后，他收不收你是院方来决定。院方呢会根据你的病情，你不能说我自己很急了，然后你就急了。它是由院方来确定你这个是不是急诊，属于急诊，然后呢是属于几级。
有的时候呢，也许你认为急，但是院方认为不急，然后呢，你就会要等很久很久，也许呢，你会等几个小时，甚至呢，第二天你才能够得到处置。还有的情况，我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因为我在这里31年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医院。我一个是身体可能还谢天谢地啊，目前没有出现需要看急诊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德国，如果你就贸然跑去医院所谓的急诊，那么如果是医生在当时帮你处置了，然后呢，也许会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惊喜，而这个惊喜呢是负面的一个词，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些费用，那个医疗保险公司可能不付，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只能自己付这个保险自己付这个处置的费用，也许呢几百欧元，也许上千欧元也不一定，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能贸然前去那个医院所谓的看急诊。因为德国的医疗系统、医疗体系啊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德国呢是分流制，就是说前面说的，你首先去看你自己的家庭医生啊，或者那个专科医生，然后呢，最后就是那个你的医生已经治不好你的病，或者觉得有必要的话，你才能够去医院，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自己贸然去的话，真的有风险。一个是你要等很久。几个小时或者一天，或者呢，某一天你收到一份账单，这个账单也许呢是不少的钱，也许呢让你吓一跳，真的，也许几百欧元，也许上千或者几千欧元都有可能。这点特别注意啊，它不像中国那样，你想到有病我就去医院，在德国这真的行不通。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那套呢搬到德国来啊。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觉得哈，这样比起来，中国的，我还是觉得哈，就是德国这套医疗系统比较适合德国，因为我在德国那么久了，所以我也觉得对我来说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德国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为什么觉得德国医疗系统呢比中国好？那就是在德国，医生和病人，也就是医患这矛盾没有，因为呢，医生和病人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医生他会按照他认为的最佳的情况给你进行提供治疗方案，当然也会提供他认为最好的治疗的药给你啊，因为呢。医生他是和医疗保险公司结算的，或者医生的诊所，而不是跟你这个患者有直接经济那个关系。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医患矛盾在德国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说过啊，是没有的。因为他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时候，他就会按他认为的最好的治疗方案去帮你治病。目前我了解是这样啊，所以这套系统当然是很贵啊，我也说过了，很好，但是很贵，而且呢，它相对来说没有中国那么高的效率，因为中国那边，比如说，我有病了，急诊了，你就去医院挂个急诊，也许呢10分钟、20分钟之后就马上轮到你了，对不对？然后有什么病，医生就马上给你治疗方案了，不像在德国，你还要经过许多繁琐的手续啊，要先预约啊。有的时候预约，比如说一个专科医生，像我预约呢，眼科医生是2个月之后。当然我的病不急啊，我只是想，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了，这个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呢，我想去检查一下我的眼睛到底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假如你真的，突然你的身体不适啊，然后呢，你去看你的那个医生，比如说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他觉得你的病真的特别急，他肯定会马上给你处置，或者是马上给你开个转院单，然后让你去医院做什么手术。也就是说，这套系统相对来说它还是不错的啊。
好的，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就我那天与小叔在汉堡说的情况呢，做一点说明。我刚才又看见了前面又有一个人，那个睡在那个草地上，这是莱茵河边。因为现在是早上，所以人不多。大家看见现在这草都是枯萎的，因为现在夏天特别的干燥，反而是冬天这里的草会变绿，因为它是比较湿润的时候。而且德国它是受到大西洋这个洋流的影响，所以冬天不是特别冷。然后有些湿润，所以它的草冬天是绿的，与咱们国内的北方不太一样啊，气候不一样。到中午、下午的时候，一直到晚上，在莱茵河边这里啊，这个草地有很多人会脱得差不多很光，在这里呢做阳光浴，然后呢喝啤酒，男的女的都一样，抽大麻，因为现在大麻合法化了，好多人在这里也抽大麻。到时呢，可能全部这里都躺满了人，坐满了人，这些草地都会全部满。然后很多人也坐在这台阶这里啊，喝着啤酒，吹着瓶子，这样一边看着这里的莱茵河。这种是老年的旅游团，就像中国的那些60岁左右、55岁的大妈一样，精力旺盛。德国或者欧洲这边也有这样的老年旅行团出游，有个领队在给他们解说。最后还有一点，我想跟各位说说啊，因为真的有好多的朋友们在那个评论下面都说啊，德国之士啊，你不要跟这个北京小叔在一起，他是个坏人，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不太一样，虽然可能他的那个三观与我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人嘛，都需要对话，对吧？你如果老死不相往来，然后呢，你永远存在很多的误解。也许呢，通过这次他来欧洲，看到了、经历过了，然后听到我们在地的人介绍了那个我们实际的生活，不仅是在德国，他还去过其他国家，比如说像什么英国啊、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荷兰这些国家，他在当地也有粉丝，也有朋友。听到了他们各自在当地的生活之后，我认为啊，人都不是铁板一块儿，而且我认为小叔啊，他的世界观应该是比以前有所改变。我有点想到。他就像那个台湾那个馆长一样啊，他来大陆之后，他对大陆的这种印象呢就完全改变，或者大部分就改变了。那么小叔不是小叔对，小叔也一样。至少他跟我私下交谈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对那个欧洲的那个想法和来到之后听到在地人的说法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然后他也看到了，比如说这边的，社会的不公啊，贫富差距啊，无家可归啊，毒品啊，犯罪啊，对吧？还有这里的公共厕所那么少，出行不方便，物价贵啊，这些他都看见了。然后呢，也听见了我们这里的人说，比如说他在葡萄牙的有一位朋友说，当地葡萄牙人的生活其实也很艰难，而且好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别的国家，离乡背井的去打工，好多也是来德国这边。然后我也告诉他，这里的物价没有说的那么低，食品当然不是特别贵，但是其他方面的开支，人家好多在网上的那些舔狗是不会说的，对不对？大的开支是什么？比如说房租啊，还有养车啊这种，还有那个通讯费也不便宜。反正好多了，比如说有人服务的什么打的呀、理发呀，这些都比国内贵好多倍。所以他看到之后，然后看到这里的基建呢，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生活呢不是那么方便。我想，即使他不承认，他的内心肯定是有一些改变的，我认为。而且以前我确实啊，前几年我看过小叔的
一些视频、一些节目。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经营德国之声这个频道，然后呢，我对油管有一些兴趣嘛，我就看啊。当时我主要是看他北同的，因为他有2个频道嘛。我看了北同的一些节目，比如说他在北京那个什么公园呐，跟那些拍摄了那些一些主人公啊等等，我觉得挺有趣的。那时候我就看了他，后来我就觉得他那个三观与我不太一致，又加上我自己呢经营了频道之后就没有时间了，就没有再关注。偶尔我会看到，如果有推送，我可能会看看那个他那个标题。期间呢，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但是呢，一直没有什么很多的互动。我也知道他去过广西，我也告诉他，欢迎他去我们工程那边去。也许啊，我今后呢，我还是欢迎他，因为我觉得世界观不同的人也可以有交流，对吧？不一定要成为什么叫什么闺蜜啊，但是至少可以成为可以对话的伙伴吧，这样能够更多消除的误解。一个是祛魅，另外一个我觉得，哎呀，如果是一个人总是与自己所谓三观相近的人，才来往，那么会不会形成一种同温层？然后呢，会不会生活这种信息茧房里面呢？所以这也是我决定呢与小叔在德国见面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人真的不能够只是与自己所谓世界观相同的人来往，然后其他人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来往，这样我觉得是把自己禁锢起来了。大家放心好了，我不会被什么人洗脑。我觉得小叔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啊，他也是个其实不错的人，我认为。如果我不认为他这样，我不会跟他一直保持联系，或者说我不会跟他在德国见面啊，你们说对不对？好的，大家放心好了吧。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好的，我在科隆向大家说拜拜，我们下回见。